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酸奶味的古早蛋糕。用酸奶做的古早味蛋糕，口味清爽，蓬松绵密。如果大家还分不清古早蛋糕和戚风蛋糕的区别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文字描述区里点击链接，观看我之前做的古早、戚风和海绵蛋糕的视频。这是一个专门做古早蛋糕的正方形模具，18厘米宽，5厘米高。用这种重复使用的油布替代油纸，可以让蛋糕周围脱模之后更加平整，四周用小夹子固定。两侧的高度要高出模具边缘3到4公分，方便到时候一提就可以脱模。也可以用烘焙纸做好记号，按着印痕4边剪一刀折起来。先将低筋面粉过一次筛，然后加热植物油，也可以用玉米油、菜籽油和麦麸油来代替，尽量避免用橄榄油和花生油这种有气味的油来制作。小火加热，看到油丝开始传动，过20多秒，油温就差不多70到85度之间了。温度计显示70多度就刚刚好。如果用微波炉加热的话，大约1分15秒左右。如果油温太高，放一会儿就会降到合适的温度。倒入面粉里，面糊应该是一个不太厚的状态，能够顺滑的流下。如果出来的烫面糊很稠，就说明油温过高了。这时就可倒入冷藏的希腊酸奶，快速将酸奶和烫面糊搅拌混合。我用的这种希腊酸奶带有淡淡的甜味，完全是固体的状态。如果大家用比较稀的酸奶，就需要减少酸奶的量，以免出来的面糊会比较稀。烫面糊吸收了所有的酸奶，变成了一个较为粗糙的面糊。用5枚大号的鸡蛋，每个大约60到65克左右，分离蛋白和蛋黄，分3次加入蛋黄搅拌，转圈搅拌，面糊慢慢的丝滑起来。提起搅拌头是缓缓流下的状态。这时就可以开始预热烤箱到140度。现在来打发蛋白，蛋白里滴入少量的柠檬汁，也可以用白醋或者塔塔粉来替代，增加蛋白霜的稳定性。先中高速将蛋白打发成较粗的泡泡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继续中高速打发，直到蛋白霜里的泡泡开始变得细腻，而且出现比较粗的纹路。再加入1/3的糖，中速搅拌，纹路开始变得细腻。提起搅拌头是会塌下来的大弯钩。加入剩余的糖，低速搅拌，蛋白霜看起来非常的细腻有光泽，提起来是一个大弯钩状，但比较坚挺，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湿性发泡。取1/3的蛋白霜，用打蛋器由下至上的翻搅，搅拌好之后直接倒入剩余的蛋白霜里。先用打蛋器搅拌，如果翻拌的方式不正确或者过程太长，很容易导致消泡或者底部出现布丁层。消泡的蛋糕糊表面会有很多气泡，质地也有点稀，烤出来的蛋糕高度不够，也非常容易塌陷。然后再用刮刀搅拌，直到彻底见不到一丝的蛋白霜。搅拌好的蛋糕糊看起来很饱满顺滑。倒入模具里，8分满，轻震几下，去除蛋糕糊里的小气泡，也可以用牙签划几圈，让表面更平整。放在一个稍大一点的烤盘里，加入可以没过模具底部2到3公分的凉水，放入烤箱下层，140度先烘烤大约60分钟。古早蛋糕是否开裂，除了需要蛋白霜打发正确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控制好烤箱的温度。选择用凉水还是热水进行水浴，也可以根据自家烤箱的情况来决定。如果烤箱实际温度偏高，用凉水水浴就会比较合适。如果温度偏低，就可以用热水水浴。60分钟之后，
调高至160度，继续烤至6到8分钟，进行表面上色。判断蛋糕是否烤熟了，轻按蛋糕的中央，表面很有弹性，而不是软塌塌的，有点下陷的感觉。如果中间还稍软，就需要再调低至140度，烤多5到10分钟。出模之后立即脱模散热，否则热气无法散出，就会变成水汽，底部会变得非常潮湿。感觉一下是不是很抖臀？古早蛋糕放凉之后，表面有轻微的褶皱，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切开看看，内部组织非常的细腻绵密，口味清淡，入口即化。这里对于失败的古早蛋糕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。如果放凉之后，表面开始变得有点湿黏，一摸就脱皮，说明蛋糕表面烤制不够，可以最后几分钟调高温度，让表面干化。如果好像这个四周和表面已经上色，出炉前膨胀得很好，出炉之后严重塌陷。如果蛋白霜打发没问题，主要就是烤箱的温度没控制好，导致四周和表面上色和膨胀过快，但是内部没有熟透，空气组织完全不能支撑，热胀冷缩就会塌陷。如果这个表面开裂，就要留意蛋白霜是否是湿性发泡。另外就是烤箱温度的控制，可以适当降低烤制的温度，或者采取上火低一点下火高一点的方法，延长烤制的时间。如果底部很湿，而且比较明显沙沙的声音，说明蛋糕内部过分的潮湿，可以考虑用热水水浴，或者提高烤箱的温度5到10度来烤制。出炉之后马上脱模，以免蛋糕底部产生太多的水汽。古早蛋糕做起来难度并不大，主要是对温度的控制。欢迎大家发自己的作业到我的 Facebook， 我是萨姐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